天鹅都是白色的吗？17世纪前，所有的欧洲人都确信这一点，直到澳大利亚第一只黑天鹅被发现，这一信念在人们心中瞬间崩塌了。后来，黑天鹅这一名词在作家塔勒布出版的著作中成为了不可预测的、引发连锁负面效应事件的代名词。2020年，黑天鹅降临中国，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成为被波及的一环。中小企业会受到哪些影响？他们该如何生存呢？这是某小型培训机构的现金流量表，将镜像和出像分类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示意图。假设公司存款是水池里的水，那么你的业务收入就是进水管道，业务成本就是出水管道。同时，如果公司曾购置房产、版权等资产，或投资了其他机构，那么你的分红资产的变现也构成了进水管。为了扩大经营，你或许问亲戚、银行借了钱，或者出让了一部分股份，这两种方式筹到的资金也会进入公司账面，但每年你需要还本付息或给股东分红。最后，员工工资、场地租赁等固定支出成为消耗公司现金的重要出水管。你作为老板，努力多进水、少出水是本职工作。水池里的水有进有出，并有一定量的存储，这就是健康的现金流。但疫情来临后，这个水池开始出问题了。没有人报名培训了，也没人买教材，业务收入几乎为零。你可以处置固定资产获取一些进账，但数量可能不会多。年前你想趁春节大干一场，砸进去不少钱，但年后并没有因此而获利。在无法营业的期间，员工的薪资、社保、场地租赁等大项支出仍在出水。之前的借款你今年还要还，结果是公司水池里的水以不如乐观的速度在减少。这就是此次黑天鹅事件对中小企业现金流带来的冲击。现实中，中小企业的水池子其实并不大，现金流并不充裕。调查显示，在不营业的状态下，现金流能够维持3个月以上的中小企业有 85.01%， 能维持6个月以上的只有 9.96%。另外，负债经营是中小企业的常态。我国只有不到 1% 的企业能够拿到股权融资进入天使轮 A 轮，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方式仍是银行贷款、亲属借款，甚至民间借贷。过度的负债会使你还钱之后，公司资产的增长寥寥无几，甚至负增长。这个时候，危机一旦降临，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。危机当前，中小企业该如何自救呢？或许可以更新业务模式，让业务尽量在疫情期间跑起来，比如共享员工。疫情期间，零售行业、电子商务属于员工短缺状态，但餐饮企业却是员工闲置状态。于是，零售业联合餐饮业，让闲置员工来商超临时上班，起到元企稳岗的效果。也有企业开始给自己贴上互联网标签，比如一些旅游社、博物馆利用直播 VR 开启云旅游。这种方法不仅在当下奏效，也会在未来成为旅游淡季时的解决方案，增加了业务抗风险能力。还有一些品牌线下门店空无一人，1周内业绩下滑 90%， 但通过利用钉钉加手淘导购、微信加小程序商城的方法，实现业绩惊人逆转，甚至在武汉销量也达到了正常水平。除了自救，中小企业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国家政策。你可以进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，查询疫情期间关于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。你也可以下载这份文件，查看国家各部门到今年2月份以来的相关措施。比如，部分地区中小微企业5个月内免缴社保的单位部分，可以减少企业开支。比如，调低银行贷款利率，让信用好的企业更容易贷到款，拧开进水管，渡过难关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贷款越多越好。你可以利用财务杠杆衡量负债带来的经营风险。你需要估计危机期间你的税前、息前盈利是多少，画出一条曲线，它反映了你借钱付的利息与你的负债风险的关系。你也可以画出危机之前的曲线做对照，适当增加风险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多借一些钱，但借款太多会造成风险骤增。最后，你需要有信心，因为危机总是与机遇并存的。你不知道黑天鹅何时离开，也无法预测下一次黑天鹅何时降临。你无法抵御风暴，但你可以成为风暴。